家好，我是瑞泽电子元宇宙业务何瑞斯。你知道吗？哪怕是造价几亿的智慧工厂，里面的设备其实常常在吵架，因为他们也会像人类一样语言不通，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就像是工业版的巴别塔。为了打破这种孤立，在工业通讯发展史上发生了4个重大变革。今天何瑞斯将深度解析这场工业通讯的演进，到底是如何从各自为政发展到至今的万物互联。准备好了吗？快跟何瑞斯一起穿梭时空，看看工业通讯背后有着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吧。早期的工厂就像一座巨大的迷宫，每台机械设备的背后都是密密麻麻的电线，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错，工程师就需要花几天几夜时间，在成千上万条线路排查问题。随着汽车产业自动化需求的快速提升，工业界迫切需要一种能在严苛环境中稳定运作的控制核心 PLC。当时第一台 PLC 是由查理德·莫利带领的团队于1968年开发的Multicom 084，主要将复杂的逻辑控制转化为并列排行的阶梯图，不只让工程师直观地判断状况，对于程式码除错上也极其方便。即便现在有许多更先进的语言 ST 或 C++， 阶梯图依然是工厂工程师、技职院校和自动化课程教学的首选。随着 PLC 的普及，市场竞争越发激烈，每家厂商都想垄断市场，建立起自己的生态系护城河。比如说你买了 A 牌的 PLC， 因为每个品牌都有独家协定语言，各家设备无法直接对话，导致之后的扩充就必须继续买 A 牌的变频器、感测器。若要混合使用不同品牌的设备，工程师就必须撰写极其复杂的通讯程式，或购买昂贵的 gateway。而这段封闭垄断的恶性循环，在工业界历史被称为现场总线战争。现场总线战争可以看作是技术标准与商业利益的激烈博弈。前有德国力推的 Profibus 与法国发展的 FIP， 后有美国阵营推出的 DeviceNet 和 ControllerNet 等协议。在 IEC 会议上，对于协议统一议题吵得不可开交，让协议之争变得更加复杂。对于当时的工厂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直到了1999年才发布了 IEC 61158，把最主流的竞争协议通通塞进标准里，但实际上各家协议依然各说各话，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当工业界正打得不可开交时，梅特卡夫与其团队发明的以太网路已经在办公室环境普及，已具备的高度扩展性可从小型办公室扩展至大型企业网路，但它所使用的集线器会导致大量的数据碰撞与频宽浪费，对于要求及时性的工厂来说还无法投入使用。直到1990年代末，随着技术的进步，Telpana 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多部以太网路交换机，让传输变得稳定可预测，加上大数据传输与企业联网的需求，让厂商们纷纷开出协定封装，转战于以太网路。那协定封装是什么呢？协定封装简单来说，就是把原先各项的 Failbus 协定数据打包，靠着以太网路进行传输，分为应用层、传输层、网路层与资料连接层，就像俄罗斯娃娃一样，每一层都为数据增加了必要的核对资讯。但以太网路只负责把货物送到不同点位，无法解决里面的包裹是否能被收件人看懂。在急需跨语义翻译的背景下， Microsoft 推出了抗技术，让不同软体元件能在 Windows 系统内部对话。例如在 Word 中嵌入 Excel 图表，本质上就是跨应用程式的即时操作。这项技术证明了软体之间能标准化整合，被工程师导入工业领域中。但是他们也很快意识到抗技术高度依赖 Windows 生态，当无法跨平台运行，只能传送1、0或单纯数据，无法知道它代表的是温度、压力还是马达状态。在网络安全方面，当时的架构几乎没有内建加密与身份验证机制，骇客可以直接下达控制指令，一旦数据被拦截或伪造，就有资安风险。如果工业通讯无法实现跨平台与安全机制，
那么再先进的自动化系统，最终都只会沦落为彼此断联的资讯孤岛。为了解决系统封闭状况，汤马斯·伯克与 OPC 基金会于2003年着手设计了一套全新的通讯架构 OPC-UA， 舍弃了私有架构，改用网络通讯协定，让最上层的应用程式讯息转化成最底层的物理讯号，透过内建、认证、加密与授权，让数据可以安全的传输，并引入物件导向的概念，让马达不再只是回传数字，而是提供一份完整的数位描述，包含厂牌、维护资讯等，实现真正的语义化理解。加上发布订阅模式，让设备能将即时资讯同时推送至多个云端系统与大数据平台，大幅提升传输效率。在历经将近10年的推动与产业协调后， OPC-UA 从2015年开始正式列为通讯标准，工业通讯正式迈入智慧制造的时代。对工业通讯历史有了基础的了解，接下来让何瑞斯带你认识串列通讯设备世界第一的台湾品牌 MOSA。MOSA 针对不同垂直市场提供工业控制、航运、电力变电站及轨道交通等国际规范的产品。自1987年起，凭借着深耕多年的经验，已是世界第一串联设备供应商，擅长处理老旧设备的网络化，并支持多种协定转换，其工业产品能在最严苛的环境，如轨道、能源厂、油井，甚至在外太空都能稳定运作。MOSA 工业场域应用可分为3个层次：一、现场设备层，这是架构的第一线，直接与生产现场的实体设备接触。MOSA 拥有 CP、UPort、TCC、TCF、IMC、mGage、IO-Logic 等型号，可满足各种通讯需求。2、系统控制层，此层级扮演的是中介角色，负责汇整现场设备的资讯，并进行初步的监控与协调，通常包含 SCADA、MES 以及 HMI 人机界面系统，处理大量资料的整合传输，并确保网络具有备援机制。3、企业管理层，这是金字塔架构的最顶层，主要将设备层与系统层的资料转化为企业决策所需的资讯，将 OT 与 IT 系统整合，以便进行整体的资料分析与管理，并确保企业机密资讯的安全。在智慧制造与自动化的整合蓝图中，瑞泽集团中的安泽智能自动化与 MOSA 的结合，就如同强韧的神经网络遇上精准的系统设计者。安泽拥有20多年专业的软体工程团队，能够提供既有设备优化、机械手臂应用、感测器技术、IoT 设备数据采集、机联网、零料件等服务，透过 EMS 底层数据收集帮您分析，有效提升智慧化生产，并符合 ESG 规范。同时还能规划战情看板，让客户能及时获得生产履历。如果你的工厂想要升级或面临工厂组建，安泽智能自动化是您最值得信赖的伙伴哦。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本集由瑞泽电子赞助播出。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安泽智能自动化凭借丰富的经验、先进的技术与专业的服务，立志成为企业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不只是 MOSA 的代理伙伴，更懂电子产业的时效与替代方案，拥有现货平台泽泽商城，全球不限品牌零件缺料，也欢迎询价。想了解更多自动化设备，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我是何瑞斯，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重录啊！我一整个下午，得体谅我，喉咙很痛你以为嘞？月经来很不舒服你直男啊，叫我吃糖就会好吗？哦，对啊，不是叫我喝水，叫我喝水的直男，臭直男去死！一个女生月经来痛的要死，然后你说多喝水，那你是没有看，你没有交往过吗？没有，你前所有任对象都没有告诉你说不可以在女生月经来的时候跟她讲说多喝水吗？
没有四季难题，你就是他现在在干什么，你要他什么，你要不要喝黑糖水，还是你要不要喝热可可？你想要喝哪一个？你家知道你家在哪里，有地址，我 Uber 叫给你，我叫黑糖豆花给你，好不好？送过去，加个运费30块、80块，这样子你就解决了他这个月的你的困扰。懂不懂啊？一个月一次而已，一个月80块，你就解决你的困扰，你们不会吵架，和平度过这一个礼拜，很有性价比吧？你出去工作赚钱，你80块花不起，你要在那边跟他拉扯，在那边吵说哦，你喝个水，脑子抽了吗？脑子抽了吗？我就问，学起来哈，交女朋友可以用。但是你要先提前是你已经是跟他熟到是知道他家地址的关系。你如果特别问地址的话，他会觉得难不行，你知道很麻烦哦，这个有条件的。哪里开始啊？不是 Mosa 吗？Mosa 开始了。对，好，快。